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相信很多小伙伴们最近一直都在关注着杭州亚运会的大名单，毕竟 LPL、LCK 等赛区的春季赛已经打完，赛事一打完，基本也都可以确定了一些能够参加预选的名单。目前 LCK 已经公布了一大堆名单，其中很多大家熟悉的选手都在列，其中包含 Faker、Peanut、Canyon、Covey、Ruler、Deft 等等。不过最终的结果是谁，一切都没确定，因为还要根据 MSI 的表现，还有队内选拔的状态，按照评分来判定。而在 LPL 这边，似乎从春季赛一开始，大家就已经在想着亚运名单都会有谁，而一整个赛季打完，其中几个位置基本都能够锁定，但还是要看最终选择，毕竟这个是为国征战，选拔是非常严格的。据说前段时间来自 EDG、RNG、JDG、TES 等队伍多名选手都前往集训，里面就有备受关注的新晋 LPL 冠军369、Knight、Missing， 还有阿水、阿乐、Mako 等人，同时呼吸哥、小明、小虎、刘青松也都在列。究竟哪些人会前往亚运会，值得期待。近日 LOL 中国台湾代表队公布了亚运会的初选名单，其中里面有着一堆大家非常熟悉的选手，而且很多现在都在 LPL 打主力，甚至都是国际赛的常客。看着这些名单，真的不禁让人感慨，让人回忆起 LMS 的那个时代。具体名单情况如下：上单 SE、Driver、Hanabi、Laikai、Rest、打野俊佳、Karsa， 中单 Fofo、Maple、Ubeo、AD、Betty、Doggo， 辅助 Sword Art、Woody， 教练 Warhorse。 首先在上单里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Hanabi 了。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这份名单中也是出现了不少前闪电狼的选手。上单位置的 Hanabi 2018赛季曾与 Maple、Betty 以及 Sword Art 组成了闪电狼的核心，而在2018赛季，闪电狼获得了 MSI 的4强以及全球总决赛的16强。打野位置的 Karsa 曾是闪电狼的绝对核心，当时 Karsa、MMD、Maple、Betty 以及 Sword Art 组成了2017赛季闪电狼的阵容。值得一提的是，当初 Karsa 来到 LPL 其实也是与闪电狼有关，因为他在闪电狼战队的表现被不少网友们称之为毒瘤打法。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毒瘤，所以 Karsa 离开了闪电狼。另外 Karsa 其实早在2015赛季就加盟了闪电狼战队，并且当时跟 Karma、Stake 都是队友。而大家所熟知的叉烧教练、战马教练以及牛排教练也都是前闪电狼的成员。中单位置的 Maple 又被人称之为疯皇，因为在当初 LMS 赛区， Maple 也的确展现了自己独一档的实力。而来到 LPL 赛区后， Maple 的实力就显得有些普通了。 ADC 位置的 Betty 与 Doggo 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 Betty 已经是一名老将，而 Doggo 则是新生代的选手。不过从这两名选手这个赛季的表现来看，的确不尽如人意。而辅助位置的 Sword Art 也同样是非常老的选手了，而剩下来的基本都是 LPL 精英，打野 Karsa 和俊佳，中单是 Fofo 和 Maple， 下路有 Betty 和 Doggo， 辅助则是有蛇蛇，教练则是昔日 FPX 的冠军教头战马。看着这个阵容，拿出来都是 LPL 季后赛战队，不知道最终会有哪些选手登上杭州亚运会，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另外，此次亚运会英雄联盟电子竞技表演赛项目被很多观众认为含金量超过 S 赛。 LCK 那边的观点其实非常明确，观众基本达成一致，就是今年 LCK 赛区可以拿不到 S 赛冠军，但必须得拿亚运会金牌。原因有2点，第一就是在5年前的雅加达亚运会中，韩国队决赛输给了中国队。第二个原因就是 LCK 赛区真的不缺 S 赛冠军，拿了再多的 S 赛冠军也不能让 LCK 的历史地位变得更高。但亚运会不一样，亚运会的金牌更加稀有，4年才举办一次，而且还不确定有没有下次。如果说亚运会金牌被 LPL 包揽的话， LCK 以及全世界的韩吹最为之骄傲的韩国选手在国家队较量上打不过 LPL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但是此次 LCK 的实力不容小觑，需要 LPL 这边做好充足的准备。希望2个赛区的选手都能拿出自己的实力，给观众带来精彩的比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觉得今年谁会取得亚运会的冠军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